回3个月之久的露营之旅，这次我们来到了中央山脉北方，走一个小完美谷上碧露山的 O 型路线，经历了大雨中崩溃的建筑洗礼，迎来的是一片神秘的梦幻谷地。锯齿连峰之下，金黄柔软的草地，滚起来就是特别的舒服。穿越建筑，沿着人线直上碧露山顶，日出日落，霞光和反霞光。我们站在中央山脉之上，时间仿佛停留在最美的这一刻。这一次我们申请了4天3夜的行程，第一天从大屿岭登山口出发，途中探访日治时代的官员驻在所，再前往小完美谷扎营。第二天上碧露人线营地，第3天下山至8200林道水源处扎营，最后一天走回登山口，完成一个 O 型的路线。尽管计划书是这么写着，但实际走还是有稍作调整。光辉10月，今年国庆连假，山上也特别热闹。不过我和伟哲工作都是排班制，别人玩乐的时候，我们乖乖上班。现在大家收假，就轮到我们上山了。沿着台14甲线坐了好久的车，终于抵达了大屿岭碧露山登山口。抵达了。说是登山口，但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别人家后院的楼梯，不要怀疑，走上去就对了。雨岭寻梅，有一个立牌，对，这边。伟哲在很久以前走过一次碧露山，小完美谷是他第一次走。事过境迁，这边的地形也变了不少，不知道是太过大意，还是就是单纯的路痴，竟然走错路了。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，还在崩塌处前感叹：林道就在那下面了。认真的下了3个大陡坡之后，终于发现了有点不对劲，被谁骗了？刚刚我下了好久，然后伟哲就说我们走错了，应该是刚刚有岔路的地方要取右，但有个人就在那边很有自信的说要走820林道，然后现在我们要走回去了。那个凶手就是现在背黄色背包的那个，有点像笨蛋。我们终于回来这个牌子了，然后其实是要走右边啦，对，往官园。右边往官园的这个牌子，请不要再走错了。一开局就迷路了。好，回想起今年大半年，为了省钱和省交通时间，我们几乎都在雪山、武陵附近走跳。这次有机会来到中央山脉的领地，一样是中海拔森林，却有着不一样的气息。哇，看这美录一下，很美，哇！你看最远的那个圆圆尖尖的那颗，有可能是左九尖山，有可能，我不确定啊。那2个其中一个，因为右边那边是奇来山北峰，然后奇来山北峰的以东有一条人线叫奇来东人，最后的出口就是这条中横公路，绿水营地那边接驳。我们左前方那个有没有？那个就锯齿连峰，有没有？一阶一阶的近看有没有？然后羊头山啊，羊头山可能是你这棵树前面那最高的那一个点或那个点啊，我不确定是哪一颗啦。羊头山有可能。哦，那么清楚，那为什么刚刚会迷路啊？真的哎，
这很像上去卯木山欸。卯木山，哦，可是这边没有那个，看一下。好来，要往前哦。你会看到前面有布条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地图，才不会走错路。卯木山顶没有展望，所以我们就不特别上去了。Worried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bringing you down. Will you fall in love? Will you get the girl you've been dreaming up ways that you'll say? 现在走的路径属于一部分的合欢越岭古道，是一条横跨南投至花莲，位于中央山脉北段的古老山径。在我脚下这个有点像是堆砌的高台，有个名字叫做福竹桥，可以追溯至日治时期。这目的是用来填平像是溪沟的凹陷处，让道路可以顺利通行。And you'll learn by breaking your bones, but it'll all be answered at the coming of the sun. For now, be young. 这边是从卯木山往官员住宅所的路上，然后这边距离官员住宅所应该剩距离蛮近的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崩塌地啊，就是现在这个画面正中央，前方那个绿色的苔藓处，有听到水声，然后仔细一看，有像饮水机那样子流速的活水，这样子还蛮特别的。伟哲，你看那边在流。对啊，很大呢。对啊。我们在上切人线的岔路口下背包，轻装前往官员住宅所。这里是官员住宅所的遗迹。其实我本来幻想这边会有房子的，但在后来才搞清楚，接近100年前的木建筑不可能留到现在。现场只剩下不会坏的石头地基，和不知道是否为当时留下的酒瓶了。哦，这个很大呢，它上面写日文呢。你看这个塔克萨狗，这个是那个雕花，是现在的了。所以有人有间谍。间谍。然后看这个碗，这搞不好是人家从家里带上。告别了住宅所，我们准备回去吃午餐。这是我的午餐，便利商店的白饭，用茶叶蛋的袋子装。这个是素食的香松。吃饱之后要上切至人线，400公尺上升200，听起来有一点陡。接上人线之后，上上下下过了几个山头，再下切一小段，就会抵达小丸美谷杂营。对了，还要记得先去取水。听起来有点忙碌，伟哲一直鼓励我，今天会比较辛苦，之后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努力陡坡向上，还好都是在树林间行走，少了曝晒也不至于太辛苦。上了人线之后，这边大约是海拔2900公尺。我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头，跟我以往认知中的人线就是风景很开阔的地形不太一样。在这边有茂密的树林，还有长得比我高的建筑。伴随着午后环绕森林的雾气，有一种莫名的沉浸感，走得很享受。
接近取水岔路口之前，这时天空已经开始飘雨了。在走完一段小崩塌处之后，我们决定赌一把，不取水，直接下小完美谷。按照这样下雨的程度，谷地应该会有小水洼。若是没有，我们身上加起来大约1.5公升的水，也是可以撑过今晚的。这是南湖的那种秀色月杜鹃耶，那边应该就是碧露山。对，左边碧露南峰或碧露山。然后那个草坡，你说这里吗？对，那个正中间的草坡凹进去的。对，小完美谷就是我们今晚的栖息之路。雨势越来越大，雨季在茂密的建筑中，一钻进去就像整盆水倒在身上。努力想把竹叶子从我脸上拨开，但只要一抬起手来，大量的水就从袖口的缝隙钻进来。最后我放弃了，就用新鲜的叶子洗脸吧。伟哲在前面一直大喊，快到了，再30公尺，再20公尺。我在后面走到快溺毙，怎么可能这种地方会有漂亮的谷地呢？就在即将绝望的时候，一片豁然开朗。你好像那么高哦！刚刚一直被真的，洗脸，我的眼睛都是水。真的。哎，还有蓝天呢。小完美谷，海拔2970，位在中央山脉北段，碧露南峰之下的梦幻秘境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高山谷地，大雨中却透着些许蓝天。哇！拜这场大雨所赐，现场是取之不尽的水。这种真的超大的，马上汲取干净之水耶！在巨齿连峰之下，选了一个避风的平坦草地扎营。这棵可爱的水稻杖陪了我一整年，今天是第一次遇到下雨天，有点期待它的表现。伟哲负责调整好帐篷，让它挺挺的。我一一的把装备整齐摆好，整理一下狼狈的自己，终于可以钻进去休息了。这是我的湿袜子，放在这里，刚好可以垫着吃。你的另外一只袜子都给我。另外好啊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来给我。等一下，另外一双袜子，你把它翻过来，你先把它翻过来。好。不是，你要翻过来啊。哦，好。是我的野菜味噌炊饭。等了，你吃什么？今天？泰式肉燥面。就是武林附近的印尼店买的。饭后点心，玉米熟水饺，把它煎成煎饺来吃。吃饱饭之后，再来处理一下我湿淋淋的鞋子。把烧好的热水瓶塞在鞋子里，这是山上特有的生活小智慧。接近晚上10点，雾散了，星星也出来了。进入10月中旬，已很难拍到银河。灵机一动，不然就拍个星轨吧。这个时间点，北极星刚好落在巨齿连峰之上，星星在夜空中画出圆弧。这是小完美谷限定的漩涡星轨。
这是我们的晒衣场，现在我们要去追日出了。昨日云雾弥漫的锯齿莲峰，现在染上了金光。我们顺着阳光的方向，沿着小径爬上高台。太阳出来了。小完美谷绕一圈，被阳光晒干的草地，毛茸茸的。仔细看，还有一球一球的球状建筑。今天的早餐是味噌汤饭，干燥的手白米、豆腐、金针花，淋上一点橄榄油，再倒入昨天收集的干净雨水，盖上自制的铝箔杯盖，要来开火了。这是从伟哲那边接收来的酒精炉，又轻又好用。煮滚了之后，加入味噌汤包，稍微焖一下就可以享用了。吃饱之后，趴在地上打滚。伟哲说他想在这边多待一天，明天想要再拍一次日出。我马上举双手同意。我想以后的事很难说，很难说还有没有机会能再次亲临小完美谷。趁着天气不错，不要留下遗憾。接下来张罗一下我们的饮用水。昨天装好的雨水看似干净透明，但仔细看竟然有小虫子。用咖啡滤纸滤掉之后，再煮沸就可以喝了。水好像有点不太够，只好捞旁边这个泥巴水了。相机脚架除了可以晒衣服之外，还可以充当我们的滤水器支架。这个很厉害耶，流浪汉必备。你看，这水是透明的，很干净，本来脏的跟什么一样，超干净的。如果想去流浪的话，请带上它。为了明天起床不用走路就可以看到日出，我们特别把帐篷移到了高台处。热乎乎的泡菜火锅，刚煮好的 QQ 白米饭，帐篷外云雾奔腾，看着酒精炉上的旋转火焰，很平静，很温暖。这是我的高山谷地初体验。明日将告别小完美谷，上碧鹿山睡一晚，翻越山顶，看最美的霞光，体验下坡胆的碧鹿溜滑梯。下期敬请期待。